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牛角包跟中式酥皮点心相比，引入了酵母，它是发面的酥皮制作，通过改变温度来控制发酵的速度，是制作牛角包的关键。温度的高低，同时也决定了黄油的软硬程度。没有漂白过的中筋面粉或者高筋面粉，加入糖、盐、室温黄油和酵母水。你也可以先揉成面团，醒一会儿再加入黄油。你要调整水的用量，揉成一个偏硬的面团。揉均匀之后醒面20分钟，然后把它揉到光滑。盖上盖子发酵，发酵的时间会比较长，大概3到4个小时。发酵的过程也是让面筋完全松弛的过程。发到2倍大，盖上盖子进冰箱冷藏过夜，让面团完全降温，彻底暂停发酵。第二天，黄油从冰箱里取出来，这个是普通的无盐黄油，脂肪含量是80%。在这个比1/2少一点、比1/3多一点的地方切一刀，大概是180克。黄油和面粉的重量比例是55%，然后4等分。普通黄油和牛角包专用黄油相比，熔点低，而且比较容易断裂，都不利于操作。但是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含的水分多，所以面团干一点、硬一点可以弥补它的不足。刚开始不要封口，因为里面会有气泡赶出来。只要动作不是太慢，擀平之后呢，这个黄油的软硬程度刚刚好。放到冰箱几分钟，不要让它融化了。面团从冰箱里取出来，这是一个高糖、少水、少酵母的配方。少量的糖可以帮助酵母发酵，但是浓度比较高的话呢，就会抑制发酵。而且酵母繁殖需要水，这是一个少水的硬面团，所以它发酵比较慢。刚开始不需要它发酵特别快，因为在后面的整形和折叠的过程中呢，一定要让它彻底暂停发酵。这一步是牛角包成败的关键。擀成一个正方形，黄油包进去，把空气压出来。没有完全封口，是因为里面还有气体。擀的时候呢，从中间把它压出去，然后擀平，这样黄油分布比较均匀。最后封口，擀成长方形，大小不需要特别精确，折2下。每一次操作要快，避免它升温，因为一旦升温的黄油就会开始融化，而面团也会开始发酵。但是呢，这个面团又比较硬，不太容易擀开，所以要松弛到位。遇到回缩比较厉害的情况呢，就放回冰箱再松弛一会儿。这里是3层黄油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冷藏的作用是放松面筋，同时避免黄油融化和面团发酵。30分钟后再次擀成长条。如果遇到有大气泡，就把气体排出来。然后叠被子一样折起来，这是4层。乘上前面的3层就是12层黄油，层数就够了。再次放到冰箱里冷藏30分钟。30分钟后擀成大长方形，长48厘米，宽25厘米。尽量用尺子量一下，因为面积的大小决定了它的厚度。然后分割为底边是12厘米、高25厘米的三角形。夏天天气热，我尽量避免用手碰它，直接就卷起来了。冬天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拉长一点，再卷起来。
往烤盘上放的时候，稍微把尖儿压住一点儿，只刷表层，不刷有层次的侧面。然后放到烤箱里，下面放一盆热水帮助发酵，大概1个小时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放在室温下发酵2到3个小时。进烤箱之前刷第2层蛋液，下面再垫一个烤盘，底儿就不糊了。然后按照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和温度烤制。出炉了，放到架子上稍稍放凉。颜色深的牛角包，它的外皮是极其酥脆的。而里面是比较经典的牛角包蜂窝结构。给大家看一看黄油层数对牛角包的影响。这个是3×3 9层黄油，内部结构看起来比较单薄。这个是4×4 16层黄油，它跟视频中12层黄油差不多，稍微密集一点。这个是3×3×3 27层黄油，内部结构就比较细密了。通过对比，12层黄油内部结构比较理想，而且操作简单。给大家看一看失败的牛角包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是我若干年前第一次烤牛角包的样子，水油已经完全融合了。后面又尝试几次，样子大概出来了，但是还是相差很远。从这个时候起呢，就开始折腾了，试过很多种面粉，还有不同的黄油，连印度人炒菜用的无水黄油也试过。还会碰到一些其他的问题，或者姿势摆错，这个把尖儿烤爆了，这底儿烤糊的。但是呢，通过不断的尝试，每一次进步，每一点成功，都会带来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。这个可能就是我喜欢做饭的原因吧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现在拍成视频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有时候看留言说成功复制了某一个食谱，或者是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，相信我，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。而且我也可以想象得到你脸上挂着微笑，看着劳动成果被别人津津有味品尝的那个场景。我是小高姐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